就在昨日，都美竹的写手猫世林突然发长文讲述都美竹和吴亦凡事件始末。他说，当警察叔叔找到他时，他就知道自己被都美竹骗了。当时他得知真相后，气得浑身抽搐，差点背过气去。他表示，吴亦凡从头到尾都没有强奸过都美竹，都美竹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单纯的女孩，未成年的时候就开始陪酒，出台，考上中传大专后更是只接待大老板，经常出入一些高端会所。都美竹在和吴亦凡发生关系当天，都美竹凌晨4点，在吴亦凡还没醒时，就已经开始在手机上向朋友们炫耀她和吴亦凡发生关系了。她告诉朋友们，自己要靠着吴亦凡进入娱乐圈。但他和吴亦凡在一起的这半年里，闹过不少回，让朋友曝光他和吴亦凡的恋情，但却没多少人关注他，他一直没能红。最后他急了，想到了说自己未成年，说吴亦凡强奸自己来博取眼球。最后事情越闹越大，都美竹死要吴亦凡强奸自己，并对他编造了一个可怜少女被渣男欺骗强奸的故事。于是作为写手的他写出了5000的经典爆梗。一直到最后吴亦凡被抓，警察让他去录口供，他才知道都美竹欺骗了他，但一切却回不了头了。他这2年整天食不下咽，寝不安眠，为吴亦凡各种奔波，想帮吴亦凡讨回公道，还吴亦凡一个清白，但都没用，甚至还为此去帮忙找证人统一作证，见各种法学教授，还去给吴亦凡妈妈及律师团道歉。他这次发长文讲述整个故事，就是想最后帮吴亦凡一次。他想告诉大家，都美竹不是女英雄，而是一个女骗子，奔着蹭热度接近吴亦凡，拿了钱，半年后却冤枉吴亦凡强奸的女骗子。至于这位写手为什么突然倒戈，他称自己是被都美竹骗了，他觉得是自己这起事件的编剧导演，所以感到悔恨，想要弥补，还多次在文中提到两性话题，企图引起对立。但事实果真如此吗？虽然吴亦凡的事情过去了很长时间，中间的一些舆论细节可能会被大家所遗忘混淆，但一审判决写得清清楚楚，吴亦凡是犯下了什么罪行，才数罪并罚，执行有期徒刑13年，附加驱逐出境。吴亦凡被抓是因为他强奸，其中还涉及未成年人，受害者也大概率不是都美竹，并且证据确凿。在2审快宣判的这个节骨眼，突然发这种模棱两可的内容，网友也纷纷质疑起来。因为吴亦凡的事情当初闹那么大，法院的判决也不是就凭都美竹一言之词得出来的，都是讲究证据的。于是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，我看写手也是想火想蹭，都盖棺定论的事了，又翻出来炒，怎么千粉还在写啊？是质疑我们的司法吗？吴亦凡被调查是因为都美竹，但是被判不是，强奸就是强奸，他没罪能进监狱，质疑法律。总而言之，吴谦本身就违法犯罪没得洗，都美竹不是受害者，网友们很早之前就知道了，但是说吴亦凡是被冤枉的，这真的就是在质疑法院的判决和司法的公正了。吴亦凡被判强奸罪，并不是因为他强奸了都美竹，而是因为他强奸了另外几个女生和聚众淫乱，这些罪名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法院不可能就这么判决。而且这个写手也说了，这2年里他和吴亦凡的家人四处奔走，也没有帮到吴亦凡一点，就说明吴亦凡是真的做过那些事儿的，不然他如果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怎么可能一点漏洞都找不到呢？写手在文中透露，吴亦凡疑似6年半后就会出狱，写手还想去机场送他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表示吴亦凡2审会被减刑并驱逐出境。但写手又称吴亦凡是中国人，不应该顶格判，但最终2审是否减刑也不知道。距离1审判决的13年还剩下11年的时间，如果吴亦凡真是6年半后就出狱，说明2审判决有可能对吴亦凡减刑处理了，又或者像网友说的看守所1年抵2年。但无论如何，吴亦凡的罪行是经过实质查证的，不是随便一篇小作文就可以将其洗白的。同样的，当年都美竹的小作文也只能起到引爆舆论的作用，最后相关部门也是要根据证据才会抓人的。真正的证据口供可不像是小作文还能够煽情美化。网友建议，如果写手真的觉得有什么冤屈，可以直接带着证据上法庭。相应的，如果写手真的有什么别的问题，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。如果不敢，就不要在网络上乱带节奏。吴亦凡事件已经发生2年多了，相信该查的都已经查清楚了，建议还是静待2审判决，不要企图利用舆论博同情洗白了吧。
而随后，都美竹曾经的好闺蜜李恩晒出了录音，在录音里，都美竹勒索吴亦凡800万，但是对方却没有拿出来。看到这些爆料，很多网友都觉得很吃惊。就算都美竹说的是假的，但帽子叔叔不会瞎判，肯定是还有别的女孩举报过他。只能说都不是什么好饼，哪一个都不是好东西。还有网友质疑，这么快吗？还有6年半就出来了。都美竹携手的行为看得人一头雾水，他在长文中指责都美竹态度反复，隐隐约约暗示吴亦凡量刑过重，甚至还在私下和人爆料，声称吴亦凡已经是中国籍，不应顶格判刑，应该给予减刑。当然，都美竹携手的长文一出，评论区瞬间翻车，网友们纷纷指责他避重就轻，留言表示相信法律公正。这里也不去推测都美竹携手的发文目的。总之，舆论不应影响司法。也有媒体邀请到了专业律师，针对都美竹携手发布长文做出了分析。律师3条回答直接反驳了都美竹携手爆料，明确表示，即便该携手所说均为事实，2审的结果也不太会改变。很多人也咨询了专业律师，得到的反馈简明扼要，没影响，改不了。都美竹携手全文核心总结起来就6个字，即受害者有罪论。他攻击都美竹，试图让他的证词变得不可信，绝口不提整个案件中还有其他受害者。律师敏锐察觉了这一点，干脆反驳了携手的说法。律师再次强调，法院认定吴亦凡犯罪的基本事实是确认他在住所趁3名女性醉酒后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，强行发生关系。事实针对的是当下状态，而非事后。也就是说，哪怕都美竹事后确实和朋友炫耀了，也不太会影响结果。至于都美竹携手私下与人质疑吴亦凡刑期一事，同样遭到律师反驳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国籍并不影响定罪量刑。无论吴亦凡是不是加拿大籍，都不存在原则上减刑的说法。实际上都不用律师出面，但凡看出都美竹携手长文重点的网友，都能意识到他的说法存在根本逻辑问题。都美竹携手口口声声强调受害者们都是为了利益，特意提及案件不涉及未成年，还否认吴亦凡涉毒，搞得他好像很冤枉。法院情况通报从来没有提过案件涉及未成年，更没有涉毒相关啊。正如律师所说，整个判决都是围绕趁女方醉酒强行发生关系这一事实展开调查的。都美竹携手再怎么为吴亦凡开脱，只要事实存在，他就是有罪的。另外，一审判决提到加拿大方到庭旁听宣判，也证明了都美竹携手的说法可谓无稽之谈。最后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，吴亦凡被逮捕被判刑，并不是因为都美竹找携手写了长文，而是他涉嫌侵犯了3位女性，受害人的身份和人品不应该是关注重点，千万不要被人带偏哦。不过我们现在再回头看当年的吴亦凡事件，会发现都美竹在很多地方都露出过马脚。首先是吴的案子，当初的通报没有未成年，也没有14岁。如果有情节恶劣，官方肯定会写。吴最后被判13年，是因为聚众淫乱加3个受害者，再加上吴不认罪才定格判。其次，吴的案子不存在暴力胁迫和下药。虽然都小姐是法院认定的3个受害者之一，但她在直播间主动放吴的新歌，还曾穿着印有吴的衣服招摇过街。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受害者应有的样子。接着是都小姐曾经试图用谅解书换吴的赔偿，如果吴拿到谅解书就可以减刑，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吴亦凡并没有接受，反而当庭上诉，并坚持无罪辩护。最后也是最实锤的一点，都小姐昔日的好友公布过一段录音，实锤了都美竹想要敲诈勒索的真面目。当时吴已经被刑拘发布，而都小姐也变成了受害者。其实，在事情爆发初期，都美竹与吴姓顶流各执一词，但随着支持女方的人数增多，吴姓顶流的只言片语就越来越站不住脚。随着证据不断涌现，他最终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买单。当然，都美竹也并非一个人在努力，背后也有无数人的帮助，否则单凭他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扳倒像吴姓顶流那样的资本。然而在这场风波中，也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同情都美竹。俗话说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若他提早意识到危险，相信后续也不会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。综合这些来看，当年轰动一时的吴亦凡事件可谓全员恶人。吴亦凡有罪，都美竹更不是什么好人。一个曾经的援交女，通过社会舆论
调兵遣将，在互联网上呼风唤雨，把网民们耍得团团转，最后自己名利双收，成功打入了娱乐圈，甚至曾经风靡一时的女权都成了他自抬身价的手段。通过 Girls Help Girls， 成功把自己女英雄的形象立了起来。只可惜善用人心者，最终都将被人心所反噬。孟老夫子曾经说过，作为人最大的事是要知耻，因为有羞耻之心，才有机会成为圣贤。没有羞耻之心的人，只会沦为禽兽。欺世盗名者，必有一天会遗臭万年。